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我们工地董事长的千金陆小月，我的女神。你叫什么？你有老婆吗？我叫叶云轩，我是个搬砖农民工，还没老婆。我给你当老婆，你愿意吗？啊，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领证。看你往哪儿跑！妈，我是不会跟王翠结婚的，我已经决定跟他领证了。小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锦衣玉食把你养大，不是让你嫁给农民工受苦的。你让我嫁给王翠那个花花公子，我还不如嫁给一个农民工。王大少家财万贯，你跟着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呢？妈，我不想联姻，我不想成为你趋炎附势的工具，我心意已决，请你成全女儿。走。哎，小月，你跟着成鬼，你会吃苦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，这是。你干嘛？那个，我是想说，既然我们领证了，我以后会千倍百倍的对你好。行了，我们又没有感情基础，你只要扮演好我老公的角色就好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是心甘情愿和你结婚的。这些年我在北城，你是唯一一个关心过我的人。喝点水吧，注意安全。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农民工，而且是一个连父母都是谁都不知道的流浪人。就连我的名字都是包工头给我取的，我怕我配不上你，给你丢人。你这个呆子，说什么配不配得上呢？别妄自菲薄了。不过你说你不知道你父母是谁，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有一天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了，而且遍体鳞伤，我怎么都回忆不起来自己是谁，又发生了什么。你这是失忆了？是吧？没准儿我还可能是世界首富，遭人陷害，流浪在外呢。嘿嘿，你可真敢想啊！叶云轩，你死哪去了？不想干了是吧？老婆，我得先回工地工作了，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个配得上你的人。我也正好要去工地，走，一起去吧。我先去忙了，等我和你一起下班。首富大人，恭迎首富大人回归。手下可算是找到您了。你们谁啊？吓我一跳！我就是个搬砖的，我兜里没钱，你别骗我钱啊！首富大人，属下真的没有骗您，您真的是全球首富。哎，别闹！我虽然整天做梦自己是首富，但是我自己几斤几两都知道。啊，你们赶紧起来！什么事儿这是？看来首富大人失忆，一时半会儿不会相信我们呀。继续增添人手，保护好首富大人。有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是。哎，老大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陆大小姐逃婚，竟然嫁给了叶云轩。这个我也刚知道，这个臭小子啊，他连自己爹妈都不知道是谁，竟然能娶到大家的梦中情人。走，去会他。叶云轩，你小子可以啊！你是怎么让陆大小姐嫁给你？
是不是那方面能力过人？也跟哥几个分享分享，让我们学习学习呀！啊，你别乱说啊，我和小月根本没有。我还以为你入赘了骆家，跨过了龙门，从臭鱼变成神龙，过上人上人的好日子。扯着，人家大小脸的，胖都不让你胖啊！哎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还想让你跟哥几个分享一下这千金小姐睡的是什么滋味呢？爽不爽呢？你们别太过分了！哟，这是要打人呐！好啊，老子伸过来让你打，看你这个废物敢不敢打！敢拿小月开玩笑，我非揍你不可！你个该死的叶云轩，你个猪狗不如的赘婿，你敢动手打老子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我的好堂哥，别怪我狠心，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。堂弟，我们可是亲兄弟呀！有好狠的心。利益权益面前，亲情算个屁！放心，这新任首富我会好好当的。你就在这自生自灭吧。你没事吧？醒醒，醒醒！我这是送你去医院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全球首富司徒无极。1年前，堂弟为了夺权，痛下杀手，导致我失忆，幸得好心人相救。臭小子，嘀咕什么呢？咱们的账还没算清呢！住手！首富大人，你也敢动手啊？死！老大，他就这个窝囊废，首富大人，不可能啊！把他们2个拖出去，赶出北城！我，首富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淑妃，我没事。首富大人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您都想起来了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1年了，我司徒无极终于记起来我是谁，没想到我还真是个首富。淑妃，如今家中状况如何？首富大人，您放心，家族遗孽已全部处置，你堂哥已经被流放，如今就等着接您回归了。做得不错。如今我还不想回去，司徒无极让他成为过去吧。现在我只想做好小月的老公。你们听我差遣便是。是，首富大人。这是证明您身份的玉佩和一张独一无二的百亿至尊黑卡，您收好，方便行事。哎，走，快点！妈，我那还在工作呢，干嘛呀？走，快走！过来，小月岳母，叶云轩，小月是一时冲动才会嫁给你，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赶紧的把这离婚协议给签了。妈，我说了，我不会跟宇轩离婚的。岳母，我知道你瞧不上我，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工嘛。但是我现在有能力让小月过上。你一个农民工，你能让她过上什么好的生活？你看看啊，就这条项链，我那准女婿王大少一出手就是100万，要不是你，我小月早就过上好生活了。不就是钱吗，岳母？我也有钱。哎，行了，叶云轩，就你兜里面那几个破铜板，你还好意思拿出来炫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懒得跟你废话了。我是不会让我的女儿跟着你喝西北风的。离婚协议你赶紧的给我签了。小月，我们走。妈，这张卡里可以买100条、1万条你这样的项链。叶云轩，你别说了，我妈不是那么好忽悠的。小月，这卡里真的有钱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叶云轩现在有能力给你幸福。岳母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在去银行付税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银行。要这卡里面没钱，你必须马上跟小月离婚。走，小月。来，帮我查一下这张卡里的余额。好的，稍等。
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张卡无法识别。叶云轩，你现在该心服口服了吧？带着你的破卡滚蛋！你这个骗子！我这张可是独一无二的至尊黑卡，里边可是有100亿呢。你的职位不够，根本操作不了，只有你们经理才能操作。叫你们经理过来。就你这样一个破农民工，还想见我们经理？你配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？我现在是需要办理业务，叫你们的经理过来，赶紧通知。好了，云轩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这种玩笑开不得。老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这卡里真的有钱。哎呀，美女，你说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还有气质，想找什么样的金龟婿找不到啊？怎么偏偏嫁给这样一个又没钱又爱吹牛的臭农民工啊？真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叶云轩，你真是把我们家小月的脸给丢尽了。行了，你们的家事啊，请移步外面处理。没有钱在这儿办业务就赶紧走，别在这儿耽误我工作，浪费时间。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啊，你这是服务人的态度吗？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我懒得跟你这种穷鬼废话。保安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经理，您来的正好。这块有一个臭农民工自称有一个100亿至尊黑卡，在这招摇撞骗，我正赶他走呢。什么？100亿至尊黑卡？想必以经理的职位，一定认识这张100亿至尊卡吧？这真是传说中的至尊黑卡。经理，你别被他骗了，这张卡我已经刷过了，里边1分钱都没有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混账！经理，你打我做什么？这种至尊黑卡岂是你这种小贵人能操作的？演出的东西还撞撞了客人。保安，先走。经理，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农民工竟然有这么大来头。经理，我错了。尊敬的先生，刚才员工冲撞了你，实在抱歉。这样，您移步 VIP， 我亲自为你办理。小月，这叶云轩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？会不会是什么神秘富少？哎，我们家这下要发达了，要发达了！你卡里可是有100个亿呢。妈，我也不知道呀。贵宾。好。贵宾你好，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先给我岳母转10个亿吧。好的。云轩，你真的要转10个亿给我呀？岳母，您毕竟是小月的妈妈嘛，我孝顺您也是应该的。哎，小月，没想到你是半路的捡个农民工，竟然是个金龟婿。哎，云轩呐，以前是妈态度不太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。先生你好，请输入一下密码。密码错误。叶云轩，你好好想想，别着急。密码错误。等一下，这时隔太久，我忘记密码了。好你个臭农民工！哎，你这张卡是捡的吧？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偷！经理，你赶紧把这个骗子给抓起来！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你一个破农民工怎么可能有100亿至尊卡？涉案金额巨大，抽卡者情节严重，请3个老实交代，否则我们银行绝不息。经理，这件事可跟我们无关，跟我无关啊！都是一个穷鬼干的，你要追究就追究他一个人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小月，我们走。妈，等等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，我相信云轩不会偷东西的。哎呀，小月，你给我闭嘴！这卡里面可是有100个亿，我可不想趟这趟浑水。快走！我相信你，你赶紧跟经理解释啊！我在家里等你啊。小月，你放心，等我解决完这里，我就来找你。农民工，还不赶紧说实话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别着急，我这不是在想了吗？这张卡到底是不是你偷的？哎，想起来了，密码正确。看到没？我只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，这就是我的卡，还不赶紧操作？是，马上给你操作。
随便，您的卡还给您。行10亿已经到您岳母账上了。据我所知，这张卡是神秘首付的，难道您就是失踪多年的那个？你小子还算有点眼力劲儿。首富大人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恕罪啊！行了，你也是个经理了，以后啊要沉得住气，别总是狗眼看人低。哎，今天我心情还不错，就暂且饶你这一次。多谢首富大人，多谢首富大人。首富大人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首富大人恕罪。请首富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我还没被别人剁成肉末，赶紧起来吧。首富大人，今日之事恐怕日后还会发生，请允许手下护佑您身侧。不必，我的身份恐怕我老婆和丈母娘还无法接受，你还是现在暗处保护我吧。是，首富大人。北城顶级3大家族现在皆已归顺，出示您的玉佩便可以随时拆迁。还有，您让我调查是谁当年送你去的医院，现在已经证实就是首富夫人。什么？原来是她。梦中我只看到是一个女孩。骆小月，我真的是欠她太多，我叶云轩发誓，日后定会护她周全。老婆是珠宝设计师，但骆家却有眼无珠，让我老婆明珠蒙尘。我要收购月豪珠宝集团，送给我老婆，也让岳母好好看看我叶云轩的实力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是来收购你们月豪珠宝集团的，把你们老板叫出来。月豪珠宝集团可是上市大公司，你这个农民工，你说什么大话呢？认识这个吗？这不是我们老板千顶头万顶户要注意的玉佩信物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眼拙，谢谢。我还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。好的，好的。您是想收购我们月豪珠宝集团？对，我要送给我老婆，我给你出双倍的价格入盘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今日便可交接。那就好，一会儿我就带我老婆过来，让公司所有高层候着，以我排长3次为系，到时候都出来迎接，给我老婆一个大惊喜。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另外，就说是全球首富欣赏他的珠宝设计才送给他的。是。来人啊！公司高管全部准备迎接骆小姐。没想到小小骆家一朝鸡犬升天了。王大少，我这账上的10个亿是你给我转的吧？哎，真是太破费了。我给你转10个亿，疯了吧？啊！阿姨啊，咱们呐都是一家人，这点钱算什么啊？那钱明明是我转给岳母的。叶云轩，你这个小偷，你还来干什么呀？不是岳母，那卡真是我的，我没偷。好了嘛，银行既然让他回来了，就说明不是他偷的。云轩，坐吧。小月啊，这就是你家农民工老公叶云轩啊。你说他臭气熏天的，一点比不上。在我心里，他哪儿都比你强。哦，云轩，这个是小雨，我表妹，你还没见过吧？表妹好。好个鬼！我可没有搬砖的农民工姐夫。小雨，云轩好歹是你姐夫啊！什么姐夫啊？这王大少才是我的好姐夫。小雨啊，姐夫是真没白疼你啊！我这次来呢，是准备了一个惊喜，相信你看了之后一定会惊喜。哎，什么惊喜啊？惊喜嘛，现在说出来他就不惊喜了。我一会儿带你去。我才不去。哎呀，先去看看是什么惊喜嘛，先去看看再说嘛。对，王家大少身价上亿，准备的惊喜肯定让大开眼界，肯定不能错过。肯定不能错过。走。
这不是粤豪珠宝吗？这还省我事儿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北城排名前3的粤豪珠宝集团吗？姐夫，你难道是买了什么顶级珠宝要跟表姐求婚吗？顶级珠宝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我对小月的惊喜不止。王大少，到底什么惊喜啊？这神神秘秘的。小月，你设计珠宝那么好，不是最想进粤豪珠宝集团继承工作吗？我给你拿下了粤豪珠宝集团董经理的职位，年薪1000万，并且有独立的设计师。天哪！粤豪珠宝集团总经理职位，年薪1000万，王大少，你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王大少，我们家小月要是嫁给你啊，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只要小月能嫁给我，这都不算。我日后又会对小月更好。小月，你看王大少对你一往情深，还给你安排总经理这么好的职位，你赶紧答应他呀！还给你安排总经理这么好的职位，你赶紧答应他呀！抱歉，王叔，我不能答应你，你真的惊喜，我也受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婆已经嫁给了我，你想娶她，做梦去吧！对，我已经认定了云轩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你个死丫头！王大少这么好的条件，还给你安排你最想进的公司职位，哎，你还揪着一个死农民工不放，你是眼瞎了吗？若小月，为了这个臭农民工，你连最心仪的粤豪珠宝集团总经理职位你都不要了吗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经理，我老婆根本瞧不上。臭农民工，你怎么知道小月看不上？因为这整个粤豪珠宝集团都是我老婆骆小月。你在逗我吗？臭农民工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什么粤豪珠宝集团是表姐的？我看你是搬砖搬傻了吧？小月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老公？这大白天的胡说八道！小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看。恭迎骆小月总裁上任！恭迎总裁上任！骆总，这是粤豪珠宝集团交接给您的所有资料。张经理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们开什么玩笑呢？我们可没有开玩笑啊！张经理，这粤豪珠宝可是上市大公司，连我们骆家都够不上半分，怎么这公司就成我女儿的了？粤豪珠宝集团已被全球首富给收购，而且首富大人比较欣赏骆小月小姐的设计才能，所以特将粤豪珠宝送给骆。这真的假的？全球首富竟然欣赏我们家小月，还送了公司给他，我们骆家真是时来运转了。可是张经理，我根本不认识全球首富啊，你绝对是弄错了。骆小姐绝对没有弄错，今日便可以上任。请骆总上任。啊，那个首富肯定对小月图谋不轨。王崔，人家送小月公司就是图谋不轨，那你又是什么？臭农民工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！现在有男人觊觎你老婆呀，你还一点不着急？我看你对小月的真心真是可疑了啊！少挑拨离间，那是我老婆魅力大，人家送公司只是单纯的欣赏，真是自己龌龊，想什么都是龌龊。小月，既然首富送公司给你，你就收下吧。叶云轩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收别的男人的礼物呢？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。张经理，替我谢谢首富大人的好意，我骆小月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奋斗的，不用别人的施舍。站住！骆小月，你发什么疯？你拒绝王大少也就算了，连全球首富送的公司你也不要，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是啊，小月，这首富大人可是大人物，没人惹得起。他能够看上你啊，对我们骆家来说那是天大的福分。我们骆家要是有首富大人的照顾，那蓟山北城一流家族那可是小意思啊。妈，你当我是什么趋炎附势的东西吗？我再说一次，什么王大少，什么首富，只要我骆小月不同意，没人能逼我。月母，你就别再逼小月了。你这个臭农民工，你给我闭嘴！就是你耽误了我女儿的好姻缘。
妈，你打他干什么？于轩才是我老公，是骆家的准女婿。你有什么气，冲我来就可以了，别老针对他。别叫我骆总，这个公司我不要。既然小月不要，那张经理也就别再纠缠了。既然小月不要，那张经理也就别再纠缠了。是。你回去后，你奶奶要是发起飙来，我可管不了你。臭东明哥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小月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手，我一定要取得小月。我叶云轩不会给你一丁点的机会。走着瞧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奶奶，跪下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打我老婆。我奶奶叫寻骆小玉，你个外人插什么手？你还不赶紧滚出骆家！小雨，于轩不是外人，他是我认准的老公。闭嘴！我们骆家绝不会承认一个臭农民工当女婿的。闭嘴！我们骆家绝不会承认一个臭农民工当女婿的。识相的，赶紧离婚！要么嫁给王崔，要么就给我收下首富送的公司，去讨好首富大人。奶奶，你把我当什么啊？我难道是骆家随手可处置的垃圾吗？骆小月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奶奶也是为了你好。王大少花花公子你看不上，可全球首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你还看不上？你是傻子吗？哼，能嫁个全球首富的大人物，那才是祖上积的德啊！你要是再敢胡闹，首富大人要是怪罪下来，灭了我们骆家，这种罪名你能担得起吗？我骆小月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首富大人怪罪下来，我自会承担所有后果，绝对不会牵连骆家了。小月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世上无人敢动你分毫。小月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世上无人敢动你分毫。我说你一个臭农民工在这说什么大话，你也不害臊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陆小月，你要把我放在眼里，就马上和他离婚，然后去和王大少联姻，要么去讨好首富大人，否则……妈，您别生气，他就是一时糊涂，我劝劝他就好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绝对不会跟于轩离婚的。好，真是骆家的好孙女。那你担任首席设计职位也别当了，正好让给小玉。谢谢奶奶，奶奶英明。小月为你们骆家带来了这么多合作利益，你们一句话就把她的权利剥夺了，也太过分了。哼，他要是跟你离婚，听骆家的安排，骆家也不会亏待他。我没逐他出骆家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好一个手下留情！就你们这个破骆家，小月还不现呆了。还跟我闭嘴！你想小月没有家，就跟你说西北风嘛。忍着，奶奶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不会干涉我的选择，不再逼我联姻？这是因你的过失导致骆家财产损失巨大。你要是拿出10个亿，骆家自然不会再管你的闲事。你说真的？只要拿出10个亿，就不再逼迫我的老婆？不错。这10个亿，我们骆家3辈子都赚不到。我看表姐还是放弃，乖乖听从奶奶的安排。不就10个亿吗？有什么难的？那就说好了，只要我拿出了10个亿，你们就不再逼迫我的老婆。你这个废物，说什么大话呢？这可是10亿，不是10万。那要是拿不出来呢？打个赌如何？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就和我的老婆离婚；要是拿出来了，你们骆家以后不准再插手我老婆做的任何决定。要是拿出来了，你们骆家以后不准再插手我老婆做的任何决定。叶宇轩，你好啊，到时候拿不出来，表姐就得联姻。奶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1个月拿不出10个亿，就准备嫁衣出嫁吗？哎呀，表姐，1个月拿出10个亿，这种赌也得脑子有病的人才会赌吧？我等着和你喝王大少喜酒，拜拜。小
月，你明知道输定了，你还折腾什么呀？直接答应奶奶联姻不就好了？妈，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算了算了，我懒得管你，反正不管你怎么折腾，最后还是要嫁给王大少的。小月，你是在生气我答应打赌这件事吗？你也是为了我好，就算不答应，家里也会逼我联姻的。现在有了赌注，就是有了一线生机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小月，你放心，不过就是10个亿而已，我可以帮你。你不用安慰我，幸好我的专业是珠宝设计师，虽然不够出名，但这些年也算小有名气了。我还有点积蓄，我可以开一家珠宝设计店，能赚多少就是多少。1个月的时间很赶，我得赶紧去找店面了。哎，小月，我陪你吧。没事儿，你先回家做饭，我做好了店面，你再来接我就好了。哎，我老婆要开一家珠宝定制店，我希望你尽快安排一间装修好的、可以直接使用的店面，然后将地址和钥匙给我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别说10亿，就是100亿、1000亿，我都能给你拿出来。只不过要换一种方式给你。罗小姐，这是我们这地段最好的店面了，你对比了10多家，可有喜欢的？这家店面不错，预租多少？这店地段好，客流量大，月租不低于30万。30万，这么贵？房东，你看能再便宜点不？你真是诚心做吗？你看啊，这儿店面什么都没有，我呢还得重新装修，我也是诚心实意的想租的，便宜点呗。美女租，当然可以便宜点啦，只是便宜多少啦？哎，你不是诚心租吗？我们深入交流交流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免费租给你也行呢。哎，老公，你过来救我！你还有老公啊？快点开始吧，让你老公看看他老婆是怎么伺候我的。大佬才敢笑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小月，你怎么样？别怕，123。小小子，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看来是我心慈手软，没下死手。景轩，你别打了，这打出人命了，我们走吧。看在我老婆的面子，我饶你一死。再敢有下次，我让你在北城再无立足之地。别让我再看到他！景轩，你要带我去哪？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没事儿，他没有碰到我，真的。这个人渣，再让我碰到他，我非得把他皮扒。好了，这种人只要不找上门，咱别搭理他，省得被缠上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家了。等一下，我店面还没找呢，不然时间来不及了。店面我已经给你找好了，保证你会喜欢。真假的？你可别唬我。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老婆你啊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当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竟然都装修好了，这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工作室啊！怎么找到的呀？竟然都装修好了，这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工作室啊！你怎么找到的呀？你喜欢就好。这个是我路过的时候看到的，因为这个店主着急结婚，
所以就转租了。我看这里边装修都装修好了，而且什么都有，所以就直接租下来了。这地段挺好的，月租要多少？他们也是急租嘛，所以剩下3年的租期，今年就免租，我就交了剩下3年的租期，不贵的，我还承受得起。我果然没看错你，谢谢你啊！我们是夫妻嘛，所以帮你分担一些也是应该的。既然都装修好了，那我赶紧联系供应商，加急设计几款主打，我们就可以开业了。小月，你这段时间加工加急的加工首饰，咱们店开业，你别太累了，先休息会儿。以后有的时间休息，现在我们都开业这么久了，怎么连一个客人都没有？以后有的时间休息，现在我们都开业这么久了，怎么连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可能是时间还太早了吧，别着急，我们再等等，肯定会有客人的。怎么会不着急啊？你说我们都开业这么久了，连客人都没有，就没有收入呀？那10亿更是遥遥无期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不是客人来了吗？林小飞、张飞，你们都来了，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可不是嘛。不过小月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你新店开业都不通知老同学们一声的。就是啊，要不是从班长那儿得知你今天开业，我们还都不知道呢。抱歉啊，同学们，我这段时间太忙了，没想到这茬。雨轩，给他们倒点水吧。哎，别，我可不喝满身臭汗的臭男人端来的茶。哎，别，我可不喝满身臭汗的臭男人端来的茶。那我帮你们倒吧。哎，算了，听说你嫁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老公，不会就是他吧？他叫叶云轩，他现在在店里帮我。哎呀，搬砖的和端茶送水的服务员不是一样低贱吗？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啊，不像我，现在早已是江氏集团的经理，年薪有50万。我以为有多少呢，才50万啊！你笑什么呀，你个臭农民工！我年薪有50万，你月薪也就3000吧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就是啊，脸皮怎么这么厚？好了，同学们，职业不分贵贱。再说云轩这么上进努力，我也有能力赚钱养家。可得了吧，小月，你可是名誉北城的第一大美人，什么总裁少爷都追你，你都不干，你怎么就嫁给了这么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啊？还那么维护他，你脑子怕不是进水了吧？就是一个臭农民工，值得你这么哄抬出价吗？同学们，你们怎么这么说我老公？难道我们说错了吗？他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吗？云轩是我老公，他有责任有担当，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好老公。你们要是还当我是同学，就别在我面前当面诋毁他。小月，小月，你别生气，同学们就是开玩笑的，没有恶意的。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小月，我们也是为你抱不平啊！今天同学们特意请假来恭贺你开业，你这么不给同学面子的？哎，小月，我没事的，别因为我和同学们闹得不愉快。小月，这些珠宝项链都是你设计的吗？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啊？这些啊都是我设计定制的成品，你们看看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得值多少钱呀？今天新店开业，这款啊是钻石打造的，现在只要300万呢。什么300万？这也太多了吧？还是打折过的。哎呀，小月可是骆家的千金呐，300万对她来说算什么呀？我开这家店全都靠我自己的积蓄和设计，跟骆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差不多了，小月，我可真羡慕你，你竟然都开了这么一家珠宝店，像我连像样的首饰都没有。嗨，你是没有，可是小月是咱们好同学呀，让她送你一件不就行了？我今天开业，正好准备了一些小首饰送给客人们。同学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你看，这些啊都是我用碎钻做的一些小首饰。这碎钻做的
得值多少钱呀？3万。3万？哈，才3万啊，这么不值钱啊？3万？哈，才3万啊，这么不值钱啊？什么叫不值钱？3万还不值钱呢？3万对于你一个臭农民工来说是值钱，对于我们，它就是个垃圾。就是啊，小月，你怎么用这些垃圾货送我们？难道你是发达了，瞧不起我们这些同学了？我没有，你们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小月，你都开了这么一家珠宝定制店了，瞧瞧，你这些动不动都是上百万的，送几万块的给我们，你也自己是些寒碜。就是啊，要送也应该送这些嘛。来，同学们，这才是小月送给我们的礼物，来，拿自己喜欢的啊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别动我处事啊！骆小月，你可是骆家千金，资产上亿啊！送我们点这珠宝，怎么了？把东西给我放！我们这么拿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骆小月开了这么大一家珠宝定制店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骆小月开了这么大一家珠宝定制店，这点东西对她来说洒洒水啦。什么洒洒水？这些可是我的心血，你们怎么能？骆小月，你可是骆家千金，资产上亿啊！送我们点这珠宝，怎么了？反正这些珠宝就当是你送给我们的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不问自取那就是偷，赶紧把东西给我放下！臭农民工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就是啊，小月，你要当我们是同学，就别这么小气。这些珠宝都是我辛苦设计出来卖的，你们拿走了，我还卖什么？要不这样，我们每人就拿1件。那可不行，怎么能拿1件呢？珠宝要拿就拿全套的。就是啊，就拿一样，我怎么拿得出口啊？说是来攻克我老婆开业的，结果却两手空空，现在还想抢我老婆辛苦设计的珠宝满载而归，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你才臭不要脸呢！这就是小月送给我的，对吧，小月？我没有送你们。听到了没有？我老婆说没送给你们，是你们抢走的。现在要么将珠宝首饰给我放回去，要么我就将你们这副嘴脸宣扬出去。你们还不还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让你们这副嘴脸宣扬出去，丢掉工作。别报警，我还回来了。那我也还了。小芬，抢劫的名声不好听，也是犯法的。哎，这便宜别占了，还回去吧。算你们识相，小芬，你还不赶紧把东西给我放下？我就不，有本事你就报警。小月，先把这些东西放下来，免得某些人手脚不干净再给拿走了。小月，先把这些东西放下来，免得某些人手脚不干净再给拿走了。哎，别动，这些是小月送我们的。既然你们觉得这些首饰便宜，我当然要收回来，免得某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叶云轩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到底是谁过分？小芬，这个首饰到底是你自己主动还回来，还是我打电话叫人来？有本事你就叫人来。这是小月送给我们的，大家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作证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站住！你往哪走？哎呀啊！哎，你个臭农民给我推人！哎呀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小月，你快过来看啊！你这个废物老公竟然把小芬推倒了，小芬都受伤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废物老公竟然把小芬推倒了，小芬都受伤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呀！小芬，你先在我休息室休息会儿吧。小月，你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我根本没有。该死的臭农民工，你敢打伤我同学，找死啊你！妈，碰瓷儿啊？什么碰瓷儿？你没看到小芬疼的脸都发白了吗？哎呀，好痛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小芬。这样吧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我不用你们家，我不去医院。小月，不用管他，我一根手指头没碰他，他就是在这装。
小月，你说话可得讲良心。小芬都疼成这样了，她还怎么装啊？就是，你要是不想负责任，直接说。哦，负责呀？你想怎么负责？说出来我听听。我的腿现在都没有任何知觉了，你们必须得赔偿我1000万。对，必须赔偿1000万。对，必须赔偿1000万。1000万？这小月。小芬都是因为这个臭农民工受的伤，要你1000万也不算什么吧，你就赔了吧。你们倒是挺会狮子大开口的呀！1000万，今天在这儿你们1毛钱也别想拿到。哎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伤了人还不赔钱？好啊，那我就开始赖在这儿，每一天都在这儿，让你们开不了店。你试试，欠债还钱，伤人赔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还敢不赔钱？哎，别打人，有事儿好商量呗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们必须赔我1000万。小月，1000万而已，你就赔了吧。可是我没那么多钱。骆小月，你开了这么大一家珠宝定制店，你说你没钱，你骗鬼呢？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现在所有的积蓄都在这家店里了。行了，小月，别找借口了，对你来说不过就是店内的几样珠宝首饰。别找借口了，对你来说不过就是店内的几样珠宝首饰。你既然没有现钱赔，那就赔点珠宝首饰吧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你赶紧把柜台钥匙拿过来。不要脸的东西，还想故技重施，抢啊！你别血口喷人啊！谁抢啊？你赶紧把钥匙交出来，拿完珠宝我们立马走。我说过我没有碰过小芬，这一切都是她装的。她装什么呀？没看到她疼这样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要不你装个试试？小月，你还不管管你这个窝囊废老公？云轩，小月，你要相信我，根本没有碰过他。嘿，你个臭农民工！我相信云轩。小芬，你就坦白吧，你到底是不是装的？哎呀，我腿都这么疼了，我怎么装啊？骆小月，你说这话你有没有心呢？骆小月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是你们太过分了。骆小月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是你们太过分了。既然他说疼得很，正常人应该立马去医院，怎么反而他现在倒好，狮子大开口，在这张着嘴问我要钱呢？那是怕你们跑了，要不然小芬用得着这么辛苦忍着吗？理由还是真多呀。行，既然不承认，我正好学过点医术。云轩，什么时候学过医术？我照他，你死皮赖脸不敢承认，不能辜负你的信任，你看着就好。来，让我看看怎么事来。哎，我呸！你就算会医术，也不能让你看小芬。你要是中途下黑手怎么办呀？就是，谁知道你会不会下黑手啊？你们胡说什么？云轩也是好心，怎么会害人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又知道？这人都疼成这样了，也不让人看，也不让人送去医院，你说这不是碰瓷儿是什么呀？也不让人看，也不让人送去医院，你说这不是碰瓷儿是什么呀？小芬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就说你到底是不是装的？哎呀，我真的不是装的，好痛啊！哎呀，骆小月，你们到底赔不赔钱？不赔钱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出去嚷嚷，让你们信誉扫地，开不了店。小月，别急，你们不是说是我推的吗？那敢不敢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就赌我没推人。要是我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小芬，你就立马把我的珠宝还给我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要是输了，我们就赔偿你1000万的珠宝。这个赌约好，就赌这个。好，那你怎么证明你的清白？小芬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现在立刻坦白，还是我怎么说都是被叶元勋推的。怎么说都是被叶元勋推的。好，既然给最后一次机会不坦白，那我就将证据拿出来。什么？你有证据？没错，您不是诬陷我推了9分吗？屋里的摄像头就可以证明一切。不可能，我刚刚看了一圈，你们店里根本就没有摄像头。你们搞清楚，我们开的可是珠宝定制店，我们会不装摄像头吗？
对，我们的摄像头就藏在隐秘的角落，就连我这间休息室也藏着摄像头，只是你们看不见而已。小芬，你是现在自己承认呢，还是我把监控录像给调出来？我不相信你们有摄像头。对啊，我怎么没看见有摄像头啊？就在这个屋子里隐秘的角落，你们走近了才能看到。哪有啊？我们怎么没瞧见？根本就没有，臭农民工！你笑呢？臭农民工！笑呢？这刚才可是腿疼的都要断的人，现在活蹦乱跳的，你说他是不是在这装病呢？啊，小芬，你怎么碰瓷都碰到我这儿来了？你也太过分了！我就是碰瓷儿，怎么样啊？反正现在珠宝在我这儿，想拿回去，门门。小月，不过就是一件珠宝，要不你去送给小芬吧？就是啊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别因为这点事儿伤了和气。对啊，都是同学，你们抢了我的珠宝不还，还在这儿给我讲什么同学情啊？老婆，没有必要为了这些人生气。珠宝的话，他们是绝对带不走的。你们吓唬我啊！没有监控和证据，我们大家懒得跟你废话，我们走。小芬，刚才你的嘴脸可都被我录在这里了，你说这算不算证据？刚才你的嘴脸可都被我录在这里了，你说这算不算证据？想让我删除视频，先按照赌约，先把珠宝还给我。小芬，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还不把珠宝还过来，那你在北城可就没有容身之处了。小芬，都这样了，要不就还了吧。哎，你可小心点啊！这个珠宝但凡有一点损坏，你可都是要照价赔偿。我先去收好。行了，赶紧离开吧，我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你敢去挡我吗？小月，你还不给我们做主吗？废话这么多，赶紧走吧！啊，离我们远点，我们自己走。我刚刚看到店里没人，我听见声就过来了。小芬，你这是干嘛？哎呀，珊珊班长，你总算来了。小芬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呀，珊珊班长，你总算来了。我们好心好意来给骆小月庆贺开业，她居然让她老公赶我们走。什么？这么不像话！你就是骆小月的那个窝囊赘婿，赶快把骆小月给我叫出来！你谁啊你？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开了个店，这不组织同学们过来给你热闹热闹？怎么，你现在是发达了，不想认同学们？当然不是。什么不是？既然不是，你为什么要让同学们离开？我来跟你说为什么？因为这群人说是祝贺的，实际上就是来占便宜的。你说该赶不该赶？那骆小月都那么有钱了，志愿点同学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拿吗？哎呀，班长，我们只是跟他们开个玩笑，珠宝首饰我们都还回去了。还回去？那明明是我要回来的，好吧？还回去？那明明是我要回来的，好吧？云轩，算了。哎呀，我当是什么？骆小月呀，你可真行！堂堂的骆家千金，居然这么抠门，可不是吗？连3万块的赠品都舍不得给我们，可不就是抠门？行了，我在旁边呢也开了一家首饰店，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套珠宝首饰，价值100万，送给同学们。天呐，珊珊，100万的首饰，我们每个人一套，你也太大方了吧！这么好，珊珊可是资产上亿的朱家千金，出手当然会错了。班长对我不像有些人，连1分礼物都不愿意送，还要驱赶同学们，真是嫌贫爱富的小人。哼，你笑什么？难道张飞说的不对吗？行啦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骆小月，骆小月，你看，我都舍得拿出去300万送给大家，
同学们特意来恭贺你，你难道也不准备东西？对，你随便给，我们不挑。我现在囊中羞涩。你们过分了，还想占我老婆便宜，门儿都没有。骆小月，你难道也是这么想同学们的？还是你真的变穷了？对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现在欠了10个亿，开这家店就是为了凑钱。天哪，10个亿，怎么欠了那么多？原来呀，是比我们还穷的穷鬼呢，真是晦气。哎呀，小月呀，你说那么多金龟婿你不选，偏偏要嫁个农民工，现在欠了这么多钱，抠抠搜搜的，也不知道你后不后悔。就是啊，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千金，变成了一个开小店怀钱的黄脸婆，也不知道什么心情哈。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千金，变成了一个开小店怀钱的黄脸婆，也不知道什么心情哈。我嫁给云轩，从来都不后悔。你就死鸭子嘴硬吧。行了，我老婆今天开业，不想和你们这些虚伪的人说话，请离开吧。用不着你们赶，我们还懒得跟穷鬼废话。同学们，去我店里，我准备了礼物送给你。很好，原来你是穷鬼。跟你们浪费这么多时间，真晦气！小月，别为了这群势利小人伤心，不就10个亿吗？还有1个月呢，而且以你的才能，我们肯定会客源不断，绝对能赚到的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现在都是无谓的挣扎，不过我骆小月不到最后绝不认输，我先去前面店里守着了。小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帮你的。小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帮你的。珊珊，你开的这家珠宝店真不错，开这一个店得花不少钱吧？也没多少，不算珠宝首饰在内呢，也就1800万吧。1800万，珊珊，你不愧是咱们班最有钱的人。哎呀，珊珊，我可真羡慕你。当初啊，也就骆小月能跟你比一比了，现在呀，他连我们都不如了。早知道这样，今天我们就不去了，平白惹了一身晦气。可不是嘛，还被赶了出来。我从来都没像今天这样丢脸过。哎，别提了。哎，这些呀，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你们呀随便挑。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你们呀随便挑。骆小月这么对你们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这口气呀，我都替你们咽不下。要不然我替你们出口气如何？好啊，好啊，珊珊。不过你准备怎么做啊？他的店呢，跟我的店刚好是竞争关系。只要让他的店倒闭，这不就替你们出气了吗？这可太解气了！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那我们就先谢谢班长了。骆小月，当初你勾引了我喜欢的人，害得我被抛弃，这口气我总算能报回来。唉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客人越来越少。也不用着急，咱们这毕竟是定制珠宝，价格也不便宜，客人少也是正常的呀。那也不能少成这样呀。客人少也是正常的呀。那也不能少成这样呀。你说咱们家店才开业，而且还有8折优惠呢呀。可能是现在时间还太早了吧。什么？原材料涨价5倍？不是卓哥，我们合同都签好了，价格也谈好了，你现在走。喂，怎么了，小月？你先别着急，出什么事了？是我们的供货商卓哥，他毁约了，所有珠宝首饰的原材料涨价了5倍。我们本来赚的就只是设计费和手工费，现在原材料都涨价了5倍，现在的价格卖给客人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利润赚呀。那不行，我们也涨价卖的。不行，
我们现在价格本来就不低，再涨价谁买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管家，给我调查一下给我老婆供货的供货商。管家，给我调查一下给我老婆供货的供货商。什么？你说都是朱珊珊做的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去把供货商给我揪出来，然后让朱珊珊的店倒闭。怎么样？我弄清楚了，现在朱珊珊是故意低价揽客，包括咱们供应商原材料突然毁约抬价的事儿，也是朱珊珊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打垮咱们家店，想让咱们倒闭。朱珊珊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骆小月，你难道忘了当初如果不是你勾引我前男友，我怎么可能会分手？我倒是还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招逼我？朱珊珊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什么时候勾引你前男友了？当初要不是你转来我们学校，高调的当什么校花，我前男友怎么会跟我分手？高调的当什么校花，我前男友怎么会跟我分手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什么前男友啊！我老婆长得漂亮，何错之有？你少来这儿污蔑她。反正这件事加上同学们在这受的委屈，我都会一一讨回来。骆小月，你就等着倒闭吧！哼，可笑，倒闭的只会是你们。我等着期待看你们一会儿的表现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怎么办呀？原材料涨价，客源都被表表店抢走了。这样下去，店里没有进项，根本撑不到月底了就。小月，你先别担心，原材料的事儿我来去搞定。至于这个朱珊珊，她的计谋一定不会让她成功。你就别安慰我了。小月，这就是你砸了全部的积蓄开的店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还不能来了？没有。雨璇，快去倒这个事。我刚刚过来，看隔壁店门口那么多人，你们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可能是因为旁边的店在打折吧。这新店开业打8折，快去看看。哎，岳母，别去了，旁边的店是小月的同学朱珊珊开的店，她现在故意降价来针对我们的店，所以客人都跑那边去了。妈，就只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。什么商业竞争啊？他这是要置你于死地。就跟你说了，让你嫁人，你不听，非得倒腾这么一个店。这下好了，要倒闭了吧？岳母，这只是一时的，客源很快就会回来，针对小月的店也很快就会倒闭。去你的，少拿这些假话哄我。赔钱，赔钱！岳母，要是不信的话，咱们出去验证验证。不是说好了50吗？凭什么出尔反尔？对，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对，咱双反悔了。再不说，我还是先溜了。店长在那儿，别让他跑了。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快点！大家稍安勿躁，听我说，你们的订单我们百宝店会立刻给大家做出来的。至于价格，我们已经告知老板，他立刻就会来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大家请放心。我呸！少在这找借口，不给5折立马退款。哟，骆小月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难不成这些人都是来找你们的？不是。哎呀，珊珊，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骆小月用了劣质的珠宝，客人才会找上来的呀。哟，骆小月，你说你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净干些恶心人的事儿啊！哎，几个臭小子，你说谁不学好呢？我看你才不学好，赶紧分分。你谁呀你？妈，算了。骆小月，原来这个是你妈呀！难怪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嘴巴都是一样的惹人讨厌。朱珊珊，你与其在这趾高气扬，还不如先去解决你家店的那些破事儿吧。钱，赔钱！老板，
咱们店刚接到通知，咱们买的大批量原料珠宝被供应商吞了跑路了。现在所有已经定制过的珠宝都做不了，需要10倍赔偿。商场也违约不给我们租店了，现在我们店倒闭了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我的店才刚开业，怎么可能会倒闭？真的呀，店长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店长，等会儿定制首饰的肯定会来闹的，咱们先走吧。哇，这是谁呀？我想起来了，这就是老板。走。我就说定制好的首饰怎么还没送来？原来你们就是黑店！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没钱！我退钱，我赔钱就是了。你赶紧带他们去退钱的退钱，赔钱的赔钱。你不够再问我要，赶紧带他们去退钱赔钱。好的，店长，你们都跟我来。走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某些人耍阴招的下场。怎么样？我说了百宝店要倒闭，果然倒闭了吧？你这个臭农民工，你给我闭嘴！老板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店里的现金加上店里的珠宝只有2000万，不够赔，还差300万呢。什么？竟然要2300万？我哪里还有300万？站住！小芬、张飞还有瑶瑶，我现在着急还300万，你们赶紧把我刚才送给你们的首饰还给我。哎呀，珊珊，你都送给我们了，你现在再要回来不好吧？哎呀，珊珊，你都送给我们了，你现在再要回来不好吧？就是啊，这哪有送出去再还回去的道理啊？我又不是以后不还给你们了，你们快还给我！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我们也是。哎，你们这些小人，你们今天如果不把珠宝还给我，你们就等着以后被朱家封杀吧！珊珊，我还给你。哎呀，我们也给你。果然是一群见人下菜碟的小人啊！小月，看清楚这群人的嘴脸，以后可千万别跟他们来往。别得意，这次是我运气不好，下一次可不一定。下一次可不一定。你这不孝女，赔偿2000多万，你这不是在剜我们朱家的心吗？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你要是不把这2000多万补回来，我们朱家绝对不会将你手里。难不成这些人都是来找你的？不是啊！该死的骆小月，还不如先去解决你家店的那些破事儿吧。一定都是你们捣的鬼！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果然倒闭了吧？给我等着，弄不垮你的店，我不姓朱！小月，你都连续忙了这么多天了，休息会吧。不行，我们开业这几天来的客人多，找我定制的也多，我得赶紧做出来。那也不能累垮身子。我们现在就1个月的时间，要凑齐10个亿。虽然现在客人多，但是离10亿也太遥远了。不行，你一会儿给我买个饭，我今晚得通宵。这怎么行啊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之前在这里定做的翡翠项链，好了吗？陆夫人，你定制的翡翠项链已经好了。您看看，满意吗？还可以，装起来吧。快去给风夫人倒杯水。不需要，我可告诉你们，
要是有什么质量问题，我是会回来找你们的。要是有什么质量问题，我是会回来找你们的。放心吧，冯夫人，鉴定书都在里面呢。哎，等等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冯夫人，您的尾款还没结清呢。冯夫人，您确定好项链之后得结清尾款啊？结什么尾款？我还没有鉴定真伪呢。冯夫人，我们飞跃珠宝绝对不会弄虚作假的，您放心，鉴定书已经在盒子里了。什么鉴定书？我怎么知道你们的鉴定书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冯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会出去找专家鉴定，如果没问题，我自然是会把尾款结给你。这不妥吧？怎么？难不成你们卖的是假货，所以不敢让我带去鉴定啊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店一直没有这种惯例。不过冯夫人如果有顾虑的话，你可以鉴定完之后再来结尾款。你可以鉴定完之后再来结尾款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老婆，他这种摆明就是不想结清尾款，你怎么还能放他走呢？放心吧，他若是不给，我们是有证据的，不怕他逃单。好了，今天忙完了你就先回去休息吧，身体比较重要。走，你先回家。喂，冯家，帮我找个珠宝鉴定专家，还有朱珊珊的行踪，务必给我盯好。好的，少爷。果然睡了一个好觉，脑子都清醒了。对吧？所以说人必须得好好休息才行。快点给我开门！飞跃珠宝店卖假货，今天必须给我一说法！这怎么回事啊？飞跃珠宝店卖假货，今天必须给我一说法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他们两个，拦住他们！好你个骆小月啊！店开的像模像样的，卖的都是假货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公道！给公道！给公道！给我公道！住手！有话好好说，再敢对我老婆动手动脚，小心我废了你！你干嘛？你卖假货你还这么猖狂？你是无法无天了是吗？冯夫人，我们风月珠宝什么时候卖过假货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搞错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看清楚，这就是你卖给我的假项链，我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，看看专家的鉴定书。冯夫人，这条项链绝不是我给你的那条。冯夫人，这条项链绝不是我给你的那条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是我把项链调包了吗？冯夫人，我给你的那条项链可是我亲自设计、亲自盯着制作出来的。而这条项链，连翡翠都是假的，怎么可能是我给你的那条？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条项链是被这个人调包陷害了我们。那家伙，冯夫人真故意，他怎么这样？这到底真的假的呀？冯夫人，难道是你陷害人家？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啊！我可没有调换过项链，这条项链我昨天是亲自从这个骆小月的手里接过来的。哪个珠宝店也没有写着离柜概不负责，而且封夫人您离店的时候也没有把尾款结清吧？封夫人，您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点太下作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可是要到外面去找专家鉴定的。现在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你这条项链就是假的。我们给你的鉴定书你都可以说是假的，那又凭什么你给我们的鉴定书是真的呢？那又凭什么你给我们的鉴定书是真的呢？冯夫人，为了你的项链，我熬夜设计的，改了10几个版本你才满意。我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？冯夫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呀？你找谁鉴定的？不如叫他出来对质啊！对呀，大家说的都有理，那就拿出证据来呀！证据在此。朱珊珊，难道是你搞的鬼？没错，骆小月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朱小姐，你来了。冯夫人，你不是找了名誉北城的鉴宝专家古老来帮你鉴定的吗？
今天我将人给你带来。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鉴定无数珠宝的古老吗？天哪，真的是吗？没错，我就是鉴宝大师古老。丰夫人的这条项链是我鉴定的。没错，我就是鉴宝大师。古老可是有名的鉴宝专家，大家是相信古老说的话呢，还是相信这个卖假货的飞跃珠宝的？我们相信古老的。北城古家古墨天拜见叶先生。你是古家古墨天？感谢诸位对我古墨天的信任。今天呢，我就要跟大家揭露一个真相。朱小姐让我古墨天来陷害翡翠珠宝，丰夫人也是收了朱小姐的金钱来陷害翡翠珠宝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翡翠珠宝是实实在在的定制珠宝的，它所用的都是真材实料。如果大家不相信，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。古老的名声我们是相信的呀。对，我们相信飞跃，相信飞跃珠宝。大家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这个是我找来假的古老。大家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这个是我找来假的古老。哼，朱珊珊，我就知道是你搞的。不论古老是真是假，你都做了这种肮脏的事儿。况且，你的假古老早都被我换成真的。什么？朱珊珊，你怎么能买通人陷害我？是啊，这种人真是下头上真太恶毒了。那个陆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收朱珊珊的钱来诬陷你们的。我马上把尾款转给你们，我求你们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各位，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，我们飞跃珠宝是被朱珊珊给陷害的，麻烦各位互相转告，免得我们飞跃珠宝蒙受不白之冤。老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的。对，走吧。走。站住！朱珊珊，你给我道歉！想让我道歉，门儿都没有！想让我道歉，门儿都没有！不道歉是吧？哎，古老，不知道咱们古家对上朱家，谁更胜一筹啊？北城古家是四大家族之一，那朱家呢，就是三流的家族。朱家再如何厉害，他也不是古家的对手。这样。那要是朱家出了事，我会被朱家扒了皮的。等等，罗小月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连道歉都不情愿是吧？看来我还是得麻烦一下古老。哎呀，罗小月，对不起。小月，你看这个道歉还可算满意啊？都是老同学了，既然他诚恳道歉，那就算了吧。朱珊珊，听到了吗？还不赶紧谢谢小月，然后赶紧滚！还不赶紧谢谢小月，然后赶紧滚！谢谢小月。今天多谢古老相助了，当初我也是顺手救了你，此恩已报，日后我们便再无相欠了。看来首富大人不愿暴露身份。叶先生客气了，如果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。今日既然无事，古某就告退了。云轩，你什么时候救过古老了？1年前，所以今天顺便请他过来帮个忙嘛。原来如此，既然恩情已还，以后就不要再麻烦人家了。好了，到开店时间了，快进去吧。朱珊珊啊，朱珊珊，你竟敢诬陷我老婆！既然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倒要看看朱家你也不怕吗？既然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倒要看看朱家你也不怕吗？管家，可以教训朱珊珊了。爸，我可是朱家的千金，朱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你不能把我赶出朱家。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罗小月，害得我们朱家差点覆灭。朱家仍骗你，你走吧。
不要把我逐出朱家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针对骆小月了，求你不要把我逐出朱家。晚了，你羞的太晚了，以后啊，好自为之，走吧。骆小月，你怎么那么好命啊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骆小月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骆小月，既然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想还清10个亿的债，一个都没有。店开的像模像样，卖的都是假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公道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快看这个！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奶奶，你快看这个视频，骆小月开了店，竟然卖假货被抓包了。这不孝女，不听家里安排，非要打赌开什么店？结果败坏骆家名声，卖假货，这岂有此理！妈，小月不是卖假货的孩子，这当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能有什么误会？怎么那么多客人说表姐是奸商？更何况那个什么古老的也鉴定说是假货，这证据都摆在面前，你还有？小雨，小月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够了，不要再为那个不孝女狡辩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让她在外边再这样败坏我们骆家名声，我们骆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立马去通知她，1个月至期取消。明天再拿不出10个亿，就别怪我给她联姻嫁人。这妈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给我通知！妈，是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当心身体。我那也去劝劝表姐。小月，咱们这几天营业额大涨，而且你设计的珠宝深受名媛圈的青睐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1个月的营业额也不是不可能了。但这离10亿还差10万8千里啊！哎呀，骆小月，你也知道还差10万8千里。哎呀，骆小月，你也知道还差10万8千里。就你这小破店，能有过亿的营业额就算不错了。这其中还没刨出成本和设计费吧？你说你也是，乖乖的听骆家话联姻，何必开这个小破店呢？妈，小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岳母，你闭嘴，别叫我岳母。小月，我问你，那个卖假货被客人投诉的那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？没听你跟我说过呀。是啊，小月，你说你明明是个珠宝设计师，这卖假货还被人抓包了，你这也太丢骆家的脸了吧？我没有卖假货。没有卖假货，那为啥客人都喊你是奸商？现在网上的视频都传到奶奶面前去了。这个事情我是被诬陷的，现在已经解决了。哎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要不商场怎么还能让我们继续在这开店呢？就算是真的能怎么样？奶奶特意派我来告诉你们，1个月拿出10亿的赌约不作数了，明天就要拿出10亿，给不出，小月你就等着联姻嫁给王大少吧。什么？这老太太怎么突然毁约了？什么？奶奶怎么能这样？明天就要拿出10亿，这不是逼我马上嫁人吗？小月，嫁给我多好啊！嫁给了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何必辛辛苦苦经营这么个破店？哎呀，王大少，您怎么来了？王崔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已经嫁给云轩了，我是不可能离婚再嫁给你的。哎，你给我闭嘴！哎，王大少，我女儿啊，就是嘴硬心软，其实心里边啊，她可高兴了。妈，你别胡说！王崔，我劝你死心吧。骆小月，你明天拿不出10亿就要嫁给王大少，你现在这么硬气，是已经准备好了10亿吗？我不用你担心。小月，原来你和骆家还有这么个约定，那我明天就恭候你输了赌约，嫁给我喽。哼，那可要让你失望了。这个赌约我们赢定了。得了吧，10个亿，你抢都来不及，说这种话，那真是蛮搞笑的。别说10亿，就是100亿，我们也能拿得出来。
臭农民工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小月，你看看你嫁了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大言不惭。云轩，别说了，这10亿我从哪拿得出来啊？小月啊，今天帝豪正好有一场拍卖会，咱们可以把你刚设计好的那款天空之星项链拿去拍卖，到时候10亿绝对没有问题。天空之星的确是我的得意之作，拍个5、6千万还可以试一试，但这10亿怎么可能呀？臭农民工，5、6千万的项链，你想拍卖10个亿？疯了吧你！赶准啊！若是拍卖到了10个亿，你以后就不要再纠缠我的了。好，赌就是你输了，立马跟小月离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回家等你了，我的小老婆。呀，你肯定输定了，就等着嫁给王大少吧。好什么好？先不说10亿的事情，你竟然拿你老婆做赌注！小月，请别生气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每一次都化险为夷，这次也一定可以的，相信我。但愿如此吧。叶先生，您是想随便坐，还是前排的 VIP 位置？问他干什么？我王大少参加拍卖会，向来都是坐第一排的，给我安排第一排。帝豪拍卖会第1排位置，听说至少要消费上千万才给安排。没错，我参加拍卖会从来都是至尊待遇。像你这样大，坐第一排才能适合你。这样吧，你跟我约会，我让你参加第一排。哎呀，小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答应这王大少小小的要求啊！就是呀，快答应啊！不用了，坐哪儿都一样。小月，你呀，真是让我又爱又恨。小月，你呀，真是让我又爱又恨。算了，我怎么让你随便坐呢？大家一起坐吧。小月，臭农民工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让你体验一下至尊 VIP 的待遇。一起坐吧。不好意思，前排 VIP 的位置已经留给了叶先生。哎呀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某些人装的太过，被啪啪打脸了。你们搞错了啊！一个臭农民工一次都没消费过，凭什么坐至尊 VIP 的位置？我有位好友，就是帝豪拍卖会的人，这是他给我请的方便。哼，走后门啊，那就理解了。好了好了，走，我们过去坐吧。臭农民工，就算你走后门，就算你能坐至尊 VIP 的位置，又怎么样？你一个臭蛤蟆，永远配不上小月。一会儿让你看看，谁才是小月的真命天子。那我们走着瞧。少爷，王崔对你如此不敬，要不要把他赶出去？不用了，这卡里有100亿，今天将天空之星以最低10亿的价格给我拍下，剩下的消费全由这个卡买单。好的。恭喜王大少喜获珍品。拍卖会都开始了，现在才过来，看来你对小月的事也不上心。可不是嘛，哪像王大少，刚刚大手笔拍下了500万的翡翠手镯和一对青玉簪，要送给小月。刚刚大手笔拍下了500万的翡翠手镯和一对青玉簪，要送给小月呢。伯母，这个翡翠手镯啊，水头族最适合伯母年代了，喜欢吗？好漂亮啊，我喜欢，就是让你破费了。伯母，只要你喜欢就行，钱不钱的无所谓啊。对了，小月，这个青玉簪子是明朝的古董了，最适合你，我给你带上。无功不受禄。别人用过的便宜簪子，你也好意思送给小月啊？臭农民工，你瞧好了，这是明朝的古董，价值300万，你说是便宜簪？就是，你一个月收入3000的农民工，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好好的古董簪子到了你的嘴里，就成了便宜货了。哎，小月，你看看你找了个什么东西？别跟他废话了，
哎呀妈，不管这簪子是便宜还是贵重，我都不会收了。小月，这种便宜货色配不上你，等我给你买更好的。这种便宜货色配不上你，等我给你买更好的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今天帝豪拍卖会唯一竞拍的压轴拍卖品，马上隆重介绍给大家。哎呦，是小月设计的天空之星项链。小月，帮你的天空之星拍卖。哎，小月，你这个项链设计的确实精美，不过想拍出10亿的天价，你又不是什么大师，能卖出几千万就不得了了，10亿想都不要想。别听他们的，10个亿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小子，别自欺欺人啊！我劝你啊，抓紧认输，然后就是，何必自取其辱呢？那咱们就等着瞧。抓紧认输，然后跟小月离婚。那咱们就等着瞧。这款项链名唤天空之星，是骆家骆小月小姐耗时3年打造的心血之作，使用的是顶级的钻石镶嵌，美轮美奂，富贵逼人，起拍价5000万起，每次叫价不低于500万。这么贵啊！骆小月，起拍价就是5000万，你这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？都没有人举牌，丢死人了！6000万？怎么可能？还有更不可能的呢。我说7000万。1个亿！哇，1个亿！我天哪，1个亿了！1个亿一次，5个亿！哇，5个亿啊！才5个亿而已，还早呢。都别和我抢，10个亿！我还抢定了，11个亿！11个亿一次，还有吗？还有人加价吗？天哪，竟然11个亿了！这怎么可能？11个亿2次，11个亿3次，成交！让我们恭喜这位先生获得天空之星。各位，承让了。各位贵宾，今天帝豪拍卖会正式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捧场。骆小姐，恭喜您，除去拍卖会的抽成，卡里的10个亿，请您收好。天哪，我设计的作品竟然拍卖了10个亿的高价！对吧？云轩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的天空之星真的卖了10个亿！老婆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不信你掐我一下试试。小月，我的女儿，你设计的作品竟然拍卖了10个亿，以后不得了了！竟然真的卖了10个亿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还不是梦。当然不可能。王翠，我们之间赌的是你输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履行赌约，以后不要再……你赢了又能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小月这么优秀，我取定。王翠，你是要毁约？哼，我就毁约了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王翠，你是要毁约？哼，我就毁约了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而且我再告诉你，小月这么优秀，你配得上。没错没错，小月现在可是能设计出10亿珠宝的人，你一个月收入3000呢，配吗？说的没错，你要是真的为小月好，就赶紧跟她离婚，别耽误她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云轩怎么耽误我了？小月啊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现在已经是身家上10亿的骆家千金了，跟你还有一个农民工，有什么出路？妈，
要不是云轩鼓励我参加拍卖会，我能有今天吗？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跟云轩离婚。小月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我取定，咱们等一下。哎，王大少，你等等我。怎么那么死脑筋呢？算了算了，懒得管你了。怎么那么死脑筋呢？算了算了，懒得管你了。云轩，这次有了这10个亿，我就再也不会受骆家他们的约束，与你分开了。走，咱们回家好好休息，明天跟我一起去赴约。好，小姐，你先去门口等我一下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好。少爷，您的卡和天空之星。这次做的不错，天空之星给你，好好保管。谢谢少爷。哎呀，这陆小月是怎么回事？居然让奶奶在这里等她，真是太不孝了。小雨，小月昨天刚把天空之星卖出了10个亿，这段时间还很辛苦，又刚刚完成了10亿赌约，多睡一会儿怎么了？怎么就不孝了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能拿出10个亿，赌约赢了，就可以让奶奶在这里等他了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能拿出10个亿，赌约赢了，就可以让奶奶在这里等他了？够了，吵什么吵？我看小雨说的对，他就是翅膀硬，故意。可不是嘛，奶奶。说到底，他能拍卖出10个亿，人家不过是看在骆家的面子上罢了。什么叫看在骆家的面子上？小月靠的是自己的才华。什么才华？要不是骆家，我看他100万也卖不出去。少夫人，王家大少爷特来给大小姐送聘礼来了。哎呦，什么？那还不快快有请？老夫人，我来下聘了。老夫人，这些是我给小月准备的聘礼，金砖5块，手镯1对，加上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加上珠宝首饰还有公司的股份，总计1个亿。加上珠宝首饰还有公司的股份，总计1个亿。1个亿的聘礼，不错，1个亿的聘，不知道够不够啊？够！王大少就是阔绰呀，小月能嫁给你是她的福气啊。这个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，老太太？哎呀，小月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让奶奶等这么久。抱歉，昨天晚上太累了，睡过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过来看看王大少给你下的聘礼，足足1个亿呢。妈，我说了，我除了云轩谁都不嫁。这可由不得你。奶奶，当时立下的10个亿的赌约，现在10个亿我已经完成了。按照赌约，您和骆家不能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。哼，这10个亿我收下了。不过，这10个亿我收下了。不过，赌约的事就此作废。老太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要毁约？什么是毁约？我身为长辈，我可以做他婚姻的主。奶奶，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我不服。怎么？你要误你长辈吗？我……小月，你看我对你一片真心啊！我还拿了1个亿的聘礼，以后你嫁进我王家，我们王家的所有资产都归你。这样你还不愿嫁？我不愿嫁。小月，王家家大业大的，人家王大少也是看中你，才想让你管家的。你再考虑考虑。没什么考虑的，我和小月绝对不会离婚。王崔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啊，你看现在小月这么坚决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我王崔已经低人下去成这样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是娶不到骆小月，我们王家不应该是你们骆家。哎呀，奶奶，这王家家大业大，真要对骆家下手，我们骆家哪里还有活路啊？哎呀，王大少息怒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办妥的。来人，
把这个臭农民工给我拖出去！等等，奶奶，我已经嫁给云轩了，况且我和他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你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小月，你说什么？你跟这个臭民工有了夫妻之实？对，所以我已经认定了他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好小子，好，你还敢玷污我的女人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废了！来人呐，给我打！老崔，小月是我的女人，你三番两次觊觎我的女人，我看你才是找打！你个臭农民工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就是好，你啊，还有你们骆家，我王崔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亏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们破产？哎呀，王大少息怒，奶奶你快让农民工道歉呀！骆小月，还不让这个臭农民工给王大少道歉！小月，你真的想让我们骆家破产吗？王崔，我这就给你道歉。小月，你的道歉我不需要，我只要这个臭农民工给我下跪道歉，并且跟你离婚。道歉？我有什么好道歉的？该道歉的是你。你个臭农民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该道歉的是你。如果你敢不道歉的话，我让你们王家消失在北城。臭农民工，你让我吓傻了吧你？啊，还让我们消失？你说什么胡话呢你？叶云轩，你不要再激怒王大少了，你赶紧下跪认错。你赶紧跪呀！难道非得让我们骆家破产了你才高兴吗？你赶紧跪呀！难道非得让我们骆家破产了你才高兴吗？岳母，我不会让骆家有事儿的，但是我也绝对不会给这种垃圾道歉。冥顽不灵！王大少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现在就将他丢出去，马上给你商量婚事。管家，把这个臭农民工给我拖出去！还愣着干什么呢？给我上！我今天要盘缠！管家，召集人手来骆家。云轩，小月，你就乖乖跟我商量婚期吧，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他还有没有命。你们不要动他，不要动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不要动！你看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不过这个农民工敢动你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给我打！别打！不要打我！他说不要打，就继续打，往死里踹他！别打我！踹成灭魂！首府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来的刚好。老公，你没事？老婆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叶云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踹王大少！臭农民工，你以为你叫别人我就怕你？你信不信我让王家现在封杀你？让王家封杀我？王家已经覆灭了。说的什么屁话！王崔，你可认得我？你不就是开会上的管家吗？你还是干什么？管这个臭农民工多少钱啊？放肆！我是全球首富身边的主管，之前的拍卖会只不过是我家少爷。原来您就是全球首富大人身边的楚管家。原来您就是全球首富大人身边的楚管家。算你眼不准，你得罪了我们首富大人，王家已经覆灭，你不要再有什么幻想。你说叶云轩是首富大人？没错。什么你的，得罪了我们首富大人，有你一条性命，你已经是够幸运的，还不赶紧给我滚蛋！云轩，你真的是全球首富？我怕吓到你，所以一时没敢告诉你。没事，我不怪你。首富大人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我们错了，请您不要灭了我骆家。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放你们骆家人一马。但是我老婆在你们这受尽了委屈，从此和你们骆家恩断义绝。小月，我们走。